係嗰位網友嗱，呢個我利用呢今日週末閒話唔講其他嘢，我係講咗好多民主嘅理論嚇，佢要維護乜嘢，同埋點解其他嘅政權係其他嘅統治方法都係唔合理嘅。咁呢樣嘢咧係 base on 一個信念，一個信念。呢樣嘢咧係冇得話啱定唔啱嘅嚇。你認為係你認為你嘅價值觀念認為，究竟政權嘅存在係咪為咗人民嘅福祉咧？如果你認為呢個政權嘅存在係為咗國家嘅強大，咁呢個咧就唔使傾㗎啦。呢個就係因為呢個咧係信念嘅問題。原來呢個你整一個政權就為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人民嘅福祉唔使理啊。同埋你認為一個政權嘅存在係要為咗等人民嘅生活得以改善，每個人得到尊重，佢哋嘅自由可以發揮佢哋嘅自由。呢個咧係我唔可以話邊個啱同唔啱，但係呢一個就係價值觀念嘅判斷。假設你係同意我所講嘅呢個政權嘅存在係為咗人民，為咗人民嘅權利同埋佢哋嘅生活嘅，咁我又調翻一個角度同你講喎，點解民主政治佢基礎上係好大鑊呢？大家都永遠記得丘吉爾講嗰句説話：民主政體係世界上最粗高嘅政體，除咗其他已經實行過嘅政體，即係呢，我哋揾到一個好壞嘅政治方法，就叫做民主。但呢種政治方法呢，就比以前實行過嘅任何一種政體都好嚇。好啦，咁我要用呢個角度嚟講講民主點樣差法先。好啦，民主點解咁差呢？咁樣啊，第一，你要將個政權俾咗個人民，而嗰啲人民呢係冇興趣去管理政治。呢個咧係個先天上嘅矛盾。你走去美國走去英國嗰啲鄉下野地方，問下佢哋關於嗰個政治嘅選項，嗰啲人完全乜都唔知，佢哋冇興趣。點解啊？我用演化心理學解釋，可以用呢一個博弈論嚟到解釋。簡單啲嚟講，我哋演化心理學演化係會令到我哋呢，只係關注我哋親眼睇到嗰個小圈子嘅嘢，因為幾百萬年來、600萬年來都係呢個圈子嘅利益嘅嘢呢，先至對你係重要嘅。而人類未曾進入農業社會以來呢，呢一個 circle 啊，即係一個家族團體啊，唔會大過30個人，冇可能大得過30個人，最大就去到30個人大過30個人就組織唔到上嚟。佢係靠血緣同埋共同經驗同埋回憶造成紐帶，佢係用咗畢生嘅好多嘅力量，係令到呢個團體入邊每個人對其他人有足夠嘅 understanding， 因此合作你明白啦？嗰個紐帶係共同經驗同埋你親自體驗到嘅嘢。我舉個例，我哋就會明。一個譬如喺南方呢個古猿時間咁樣，有喺樹上邊有一族馬騮咁，佢係20-30個人。喂，佢哋係咪淨係顧我哋呢族人有冇果子食？會唔會俾豹食咗呢啲利益啊？你同佢講，喂，你哋唔應該咁喎，你應該花多時間去諗下整個南方古猿
有50萬隻嘅利益，你要為佢哋嘅利益着想，你都傻嘅。50萬隻南方古猿嘅利益關 Q 我事，係咪？根本天性上對於自己睇唔到嘅嘢、遠離自己嘅嘢，係充滿咗 apathy， 充滿咗無感。你要佢哋真係投入去呢一個政治入邊然後去作出各式各樣嘅關於統治整個龐大國家嘅 decision。第一，佢哋就冇興趣；第二，亦都係冇可能。點樣叫冇可能？我問下你，喂，就係去到呢一個時事評論員，就係去到呢一個係國會議員、香港立法會議員，你問佢一啲關於整個香港嘅問題、整個美國嘅問題、整個世界嘅問題，佢哋都唔明啊！你點可以 expect man in the street 嗰啲 layman 可以明白呢個咁複雜嘅錯綜複雜嘅問題呢？因為咧世事你要作出一個錯綜複雜嘅問題嘅決定嗰時咧，喂，呢個世界咧好多嘢係自相矛盾嘅喎。咩叫自相矛盾？你係又要咁又要咁嘅喎。即係我舉個最簡單嘅例子啊，香港係唔應該民主？係。應唔應該得罪中國？唔應該得罪中國。喂，你唔得罪中國點樣民主呢？每一樣嘢都係自相矛盾嘅，係咪啊？我哋認為應該係保護美國人保護美國嘅 manufacturing 業喂，但係我哋唔應該津貼喎，呢個違反自由經濟喎，我哋唔應該抽關稅喎，因為會引起通脹，通脹係引起我哋切身嘅問題喎。一連串 complicated 嘅問題，呢啲 complicated 嘅問題係要作出呢一個輕重厲害嘅判斷，佢哋嘅重要性，佢哋嘅 interaction， 係所有人係冇時間去諗呢啲嘢。佢哋揾食已經好艱難，你要叫佢哋咧日日去研究呢啲問題咧，呢個就係共產黨所想做嘅嘢。點解開會多過共產黨咧？點解共產黨注重教育咧？佢其實就想教識你啲人，等你哋投入政治嗰度，然後使你哋腦咧，當然喺政治上面反對呢個資本主義，維護共產黨。呢個就係咁，就要開好多會研究啊！到文革嗰陣時，日日夜夜開會，日日夜開會研究公共政策咧，就唔使做其他嘢噶啦。所以咧，呢個咧係基本上要嗰啲人係 knowledgeable 去對於個政治局勢，對於所有政策嘅利害得失，作出一個客觀專業嘅判斷，於是個民主政體可以 effectively 去選舉咧，根本不可能，根本不可能。好啦，嗱咁咯喎，咁我又要講多進下一點咯喎。下一點係點咧？咁於是咧，我哋有種嘢，其實咧，我哋係代議制。其實我哋所謂嘅民主制度啊，係因為咧，你要知道我哋呢個世界咧，乜嘢都走向專業噶嘛。嗰啲問題咧就越嚟越複雜，即係咧每個人你係做自己嘢，有自己嘅專業。公共政策同樣係一種專業，原理上係要專家去做嘅。我哋呢個社會咧越嚟越多專業分工，咁於是咧我哋就整多套制度出嚟。嗰種制度咧其實係一種叫做 proxy 制度。我哋咧就選一班人出嚟，呢班人咧就係代我哋作出呢一個咁樣嘅 decision， 作出各種關於統治嘅 decision。但呢班人咧，你一選咗出嚟咧，佢哋係點樣作出呢個 decision 呢？有冇佢哋嘅私人利益在內？佢哋嘅作出嘅 decision
同埋我哋真係中意嘅決定係唔係有分別呢？經常有分別。你係冇辦法保證呢班人作出嚟嘅決定係對你最有利，或者對大多數人最有利。好啦，嗱，咁呢個呢，我就講咗幾點 fundamental 嘅嘢，我再由理論上摧毀呢個民主政治俾你睇。民主政治有兩個天生嘅致命缺點。一個係乜嘢？公共政策係不能夠靠民主投票而係列出個政策嘅 priority， 即係呢，我要用做呢樣唔做嗰樣，我哋將所有政策列個表出嚟，然後叫人民去投票去決定嚇。而呢一個投票嘅決定啊，因為你用人民投票嘅決定呢，而有啲人呢就一定可以利用呢個投票嘅程序去 manipulate 嘅結果，操控嘅結果，而選出嚟嗰個結果呢，係唔係你要嘅結果？嗱，我希望我講得明白。你以為可以靠民主程序決定嗰啲政策，其實係唔得嘅。呢個叫做阿羅定律。我係講咗，如果你聽咗我10幾年咧，你有聽過佢係用數學方程式嚟到證明咗咧，呢個係注定失敗。任何一套投票嘅制度都係可以俾人哋 manipulate嘅。話呢個咧係一個驚天動地嘅説法，對於支持民主嘅人。我舉個例，如果而家選總統咁樣，有三個人，A 咧就係40% 支持率45%，B 咧係35%，C 咧係30%。邊個會選贏做總統？你話俾我聽。A、B、C 都得，只要嗰套遊戲規則改咗。而嗰啲人呢，係作出策略性投票呢，你係只要嗰啲人民會作出策略性投票，喺唔同嘅遊戲規則入邊 A、B、C 三個都選出嚟，係並冇任何嘅合理性喺入邊。舉個例，如果一次過投票，最多票嗰個係咪40嗰個啊？係咪啊？係咪一定係40嗰個贏？咁你覺得合理嘛？呢個就係台灣嘅情況，佢哋就猛話賴清德其實冇足夠嘅民意支持咯，你都唔夠50。好啦，咁我哋又發明第二種投票方法，即係呢，投票完第一次冇人有一半，嗱，呢個好多國家採用㗎。第二次投票篩咗 C， 咁就 A、B 投票。呢個喺法國每次都係咁發生。馬里勒龐係最多票嘅，跟住兩個人對決，嗰啲有驚馬里勒龐就夾埋一齊去支持馬克龍，你明唔明啊？一剩翻兩個人呢，C 啲票就撲晒去 B 喎，咁樣呢 B 呢就當選啦。佢就壓倒咗 A， 呢個合唔合理啊？又合理喎，所以無論 A 當選、B 當選都係合理喎。咁 C 點樣當選呢？嗱，我又講俾你聽，呢種制度咧係存在嘅。你選嗰時咧，你係俾你將呢三個候選人排個次序出嚟，我排 A、B、C， 我假如咁排 A 咧，你最中意佢有3分；B 咧，你第二中意有2分；C 咧，我最唔中意有1分。假設 A 同 B 嗰啲人都好憎恨對方，極左同極右，於是咧佢哋兩邊咧都將 C 列做第2。A 咧支持 A 嗰啲人咧變咗佢嘅次序咧就係 A、C、B， 支持 B 嗰啲人咧
就 BCA， 支持 C 嗰啲人咧就 CBA 或者 CAB，C 最高分。其實 C 係佢哋嘅第二選擇，而係最少人憎恨嘅。任何一種政策都證明靠民主投票嘅程序嚟到決定，係完全俾兩樣嘢操控咗。一個就叫做嗰種制度，唔係話嗰個制度唔合理喎，只不過唔同程度合嘅下邊嘅合理。即係咧，舉一個例嚟講，喺國會選舉亦都係，你係用簡單多數制啊，呢個係選區單票制啊、雙票制啊、比例代表制啊，你點樣劃選區呢？係完全 manipulate 嚟到個結果嘅而且有啲人作策略性投票呢，就更加令到個結果呢係完全同民意呢結果係冇關係。呢個叫做阿羅不可能定律。呢個係由基礎上係推翻咗民主政治嘅基礎理論，就話民主因為靠透過一人一票就可以選擇到一啲最合適嘅政策出嚟，你哋人民支持嘅政策出嚟，呢樣嘢理論上係唔存在嘅，好嘛？我哋又介紹呢隻哥倫比亞嘅水洗。嗱，最好嘅咖啡豆咧都係來自 Jamaica、哥倫比亞同埋埃索比亞嘅，呢個係因為要喺山度嘅。上一次俏媽媽揾咗翻一批藍山咖啡，好快賣完，而家揾咗哥倫比亞波卡曼拿樂園拱培嘅咖啡豆，佢哋對品質嘅控制好嚴格，數量穩定，用手沖咧就會有蜜糖朱古力圓潤嘅口感。如果你將佢做成 espresso 咧，就有山竹紅糖新可可嘅味道。每包200 gram， 原價265蚊，喺俏貓貓嘅優惠價咧212。如果冇磨豆機，用掛耳裝一盒6包，原價128蚊，而家優惠價102蚊啫。冇磨豆機，你買咗豆咧，可以去野田咖啡生豆專門店代勞，地址喺灣仔軒尼詩道314至324號 Winland Square 地下 B 店，同埋新界大圍車公廟路18號 L3 層325店。你帶埋原裝包裝去，係俏貓貓賣嘅，佢就會幫你磨豆噶啦。得一批嘅啫，賣完即止嚇。想飲優質嘅咖啡就唔好錯過，優惠日期一路去到12月31號，網店同埋門市咧都有得賣。